收看江苏卫视《非诚勿扰》，有请主持人孟非。欢迎大家，欢迎你们，欢迎黄磊老师、陈明老师。《非诚勿扰》由港荣蒸蛋糕特别播出。港荣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看《非诚勿扰》和自己人喝光良酒。《非诚勿扰》由国民自用酒光良酒赞助播出。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非诚勿扰》由好事发生官银鹭花生牛奶指定播出。感谢港荣蒸蛋糕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港荣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上父母牵线，帮孩子寻觅一段好姻缘。海量优质资源，真实相亲平台，超1000万用户信赖。父母牵线，中国家长的放心之选。想要征婚、相亲、交友，或者想到现场参与节目录制的观众，都可以通过下载爱荔枝 APP 搜索“非诚勿扰”报名，也可以通过父母牵线小程序，或者发送邮件到“非诚勿扰”官方邮箱 fcwr@gstv.com 报名参加节目，还可以拨打江苏卫视幸福热线025960088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幸福生活，志向未来。下载爱荔枝客户端追更《非诚勿扰》，还有海量节目内容和丰富互动玩法等你探索。爱荔枝客户端《非诚勿扰》专区已经火热上线，一站式集成了节目精彩内容、线上报名通道和丰富互动玩法，还有数字人小林在线分享爱情攻略。非诚勿扰腾讯视频全网独播，每周日晚21点，会员抢先看；每周二、周四上午11点到12点，非诚勿扰都将在抖音、视频号、爱荔枝、微博4大平台准时同步直播，期待您的加入。有请今晚24位美丽的单身女生。24位女生，欢迎你们，请亮灯。欢迎小林同学。大家好呀，我是活泼可爱、元气满满的小林，很高兴又见面啦。我们的高校场终于播完了，又回到了我们的常规节目。掐指一算，今天播出了之后，又到七夕节了。我来问问小林，有没有适合我们《非诚勿扰》节目的文案七夕的？好的，马上全场就有那位啦。我们送灯，送老灯、中灯和小灯，而且一送就是24盏灯，他是送24个小灯。今天全程都在说我爱你，我们想说一句不一样的，你愿意为我留灯吗？女生，你们关于七夕有没有什么跟我们分享的内容？杜瑶。七夕节的时候，就是大家情侣都会出去逛街嘛，或者是约会。这个时候呢，没有对象的朋友就可以出去摆摊卖花了，赚钱。你们有爱情，我有钱。张萌。大家好，我是11号女生张萌。然后我想推荐大家七夕去玩剧本杀，有那种暧昧本，还有恐怖本，你就可以邀上你喜欢的男生，然后你不敢说的那种，可以跟他一起玩那种情感本。然后哪怕你没有喜欢的男生，但是你想接触新的男生的话，一般剧本杀的店它都会组局，可以认识到新的男生。非诚勿扰历史上至少除你之外，至少还有2个叫张萌的。真的啊？10几年前就有一个叫张萌的，好像也是这个位置。一批张萌走了，又一批张萌来了。20号，大家好，我叫王可珍，来自陕西西安，目前从事网络销售相关的工作。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另类的，就是大家可以在七夕节的时候去翻垃圾桶，有可能有意外的惊喜，对，可能在那一天2个人闹脾气、分手什么的。哦，就有可能就把送的花就随手扔了，一怒之下扔了，没想到花里边还暗藏一枚钻戒。哎呦，你好好扒一扒，里头还有东西的。我觉得七夕节就是还挺喜欢看到年轻人们相爱的那种感受，但是我觉得我不太喜欢有些商场促销的时候会让单身的人很尴尬。我一直都觉得一个人舒服，2个人甜蜜，怎么样都好。这好。
黄老师说到这儿，我想到专门给这种单身人士一些机会的那种1人食的小火锅，前面会落一块板子落上，然后你平时呢，你就一个人吃，但如果你感兴趣，你可以把板子伸起来看一眼，看看对面怎么样。对面肯定也是一个1人。有没有可能我在那吃的好好的，一拉起来，太难看了，哎，放下，你让我好好吃饭，好好吃饭。开始今天的节目，有请1号男嘉宾。孟老师好，2位老师好，现场的24位女嘉宾大家好，我叫王宇鹤，今年25岁，来自于辽宁沈阳，现居深圳。本嘉宾由父母牵线推荐。你从小上学的时候，老师点名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个名字？王什么鹤来着？有没有碰到过？有的，一般可能会念成吴啦，或者是侯啦，都有可能。你知道老师点名看到这种生僻字，一时念不出来会怎么办吗？他就会点名把全班同学把他空过去，全点完了之后，还有谁没点到的？好，老师没点到我，机智啊！陈老师这么干过吗？倒也没有，因为他什么字都认识。哎呦，来选你的心动女生。小林，1号男生推荐谁？综合评估，王宇鹤的自吹女生是1号女生杜瑶，24岁，来自黄石，目前研究生在读。女生是个自信勇敢、喜欢挑战、感情中敏锐细致、看重精神同频和陪伴的女生，喜欢游泳、旅行、健身。是相处兼具生活质感与烟火气，充满探索欲的一对，请你们彼此多多关注。前几期也在。这个是高校场留下来的，还有谁？24号、14号都要3个是大学生专场过来。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爱之请回答。来，您的愿望是？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爬墙。什么叫爬墙？爬墙其实就是攀岩，是我最近特别喜欢的一个运动项目。因为攀岩其中一个分支叫抱石，是室内的，基本墙比较矮，在3米到4米左右，但是线路就会比较难，就像一道谜题一样。哦，就这种。你是要按着一种颜色去爬吗？对的，一种颜色是一条线路。然后我看他就晃悠，靠着惯性把自己悠过去。对，那个是动态线，会更难一点。女生有玩过这个的没有？1号，哎呦，男嘉宾你好，然后我也特别喜欢攀岩。哇，哎，你们玩的是同一款。哎，真的是同一种哎，怪不得是自推哈。啊，哇，你看这女孩，你看她这个肌肉。哇，你看。金刚芭比，一爬可以爬1天，而且他也喜欢游泳，对不对？对。哇，太棒了！要不然我们来做个游戏好不好？来，1号，来。我带了一个小道具，叫指力大比拼，是比指力的。只需要把手指头放上去，然后看这个线最后到哪边，像拔河一样。哦，就用手指抠。啊，手指拔河。对。但是我们说啊，输的那个要参加真心话大冒险，好吧？来，我只用3个手指头就行。哎呦，那不公平这姑娘有点吃亏，她做了指甲。哎呦，她有美甲。行的，那我用2个。你就让她一个小拇指是吗？好的。哦，攀岩它比的那个手指的力量。哎，我等会儿，我觉得你是在让人家的吗？这个就没不许让，再来一局。不让了，不让我用1个了啊！你当心你的手指甲。1个，哇，这么高调。杜瑶发力。1
你用了1个手指。对对对。不行，用3个手指。再来一次。好的好的。真实实力啊，这一局实力。开始。哎呦我天！哎呦我天！2秒钟结束比赛了。厉害厉害。好像男生赢得很轻松。那女孩输了。女孩真心话大冒险，你挑。我选真心话。我已经为男女嘉宾准备了一套耳红心跳的题目，大家期待起来吧。哎呦呵，来第一题，第一印象你打几分？第一印象打7分。满分是100吗？满分是10分。满分是10分，7分可以。男嘉宾是你的理想型吗？其实不是，其实不是。男嘉宾向你告白，你会犹豫吗？我是喜欢日久生情的那种，所以现在我会犹豫。他的意思是要多了解一下啊。谢谢。好，来看片子。本期男嘉宾王宇鹤，身高183，25岁，现居深圳。冷峻外表下藏着一颗。哎呦，导演能说话了不？刚才那段憋死我了。光看我的外表，大家可能觉得我是一个深圳夹子，但实际上我是纯纯的沈阳钳子。来50串够吗？我很爱吃东北菜，但每次看到深圳的菜单价格，都会再三犹豫。离开沈阳，我才发现东北有自己的货币。今年是我来深圳的第1年，在这里我成为了一名游泳教练。我从小学习游泳，对于我而言，游泳不仅仅是我的爱好，更开启了我的运动人生。除了游泳呢，我还特别喜欢滑雪，因为我们学校就有自己的滑雪场嘛，所以我就考了一个滑雪教练证。现在夏天我就在深圳教游泳，冬天回沈阳教滑雪。大家都说我是反向候鸟求职法。我的日常运动方式还有很多，健身我坚持了4年，烟酒油炸食品坚决不碰，常年清淡饮食，只为保持体态。近期痴迷攀岩，在岩馆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每一条攀岩线路都是待拆解的难题，攻克之后就会成就感爆棚。每天健身，经常攀岩，朋友们都开玩笑着说，我是不是要去参加奥运会呀？生活中的我不愿困在一个人的孤单里，所以我经常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些活动。活动的类型有很多，运动啦、聚餐啦，来参加的大多数都是独自来深圳工作的年轻人。我也希望用这种方式来冲淡大家的这种漂泊感。而每次当我自己想家的时候，都会跟爷爷奶奶打电话。最近总是无法避免一个话题：我到底什么时候谈恋爱？不光是他们，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希望遇到一位契合的女生，走进我的人生。这应该是典型的候鸟式的生活。拥沙，男嘉宾你好，我刚刚在 VCR 看到你说你是夏天在教游泳，冬天教滑雪嘛，在这个2个地方错峰上班，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感觉2个城市的基建呐，或者是物价的反差，我感觉是最大的。哦，你给我们形象的说明一下。孟老师，我考你个问题，在沈阳1盒盒饭17块钱，那2盒多少钱？我要说34，他会不会鄙视我？那其实不是，因为也是17块钱，然后有家盒饭是自助，随便吃的。哦，真假的？真的。就是完了就随便打呀，一直吃。对，而且可能会接近100道菜吧。是吗？怎么那么便宜？米饭我可以理解啊，菜也自助吗？对的，对的。哎，真的便宜啊！锅底5元钱，素菜1块钱，荤菜都8块。在东北17块钱能够敞开吃，在深圳呢，点一份黄瓜不够。我在沈阳经常吃的是烤串儿，比如说2块钱到3块钱一串。在深圳呢？深圳就是1串羊肉串5块钱、6块钱、7块钱都有。像我这种食量比较大的，就会
吃饭的价钱也会翻倍。他两边跑，你看就物价就拉平了，在深圳花费高一点，哎，回到沈阳就把它拉平了。23号。大家好，3位老师好，然后男嘉宾好啊，我是23号李世阳，然后我也是沈阳人，然后现在在沈阳去做舞蹈老师。然后说到这个东北菜的物价和这个深圳这个地方的话，其实我也去过深圳，然后我有一天晚上，当时我在深圳就特别想吃就是东北的烤肉，找到了一家在沈阳比较有名的连锁烤肉店，基本上也是跟沈阳的一套菜系，但是结账下来我发现将近沈阳的2倍多。有没有女生要介绍一下自己家乡的物价或者什么的？21号。大家好，我叫郭思远，今年25岁，来自四川成都，是一名口腔医学生，目前在深圳大学实习做科研助理，今年10月去英国攻读博士学位。我的家乡是成都，我一直从小就觉得我们的一些串串还有火锅那些都非常便宜，包括担担面呀这些，可能就几块钱，现在是涨价了，但是很便宜，很乡音的，就按我们的四川话说。他们有一个词儿，还是很乡音的。乡音，便宜。那它对应普通话有2个字吗？相应或者相适宜？我完全不知道这是哪2个汉字。哦，你知道哪2个汉字吗？其实我也不知道。对呀，不知道。它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词儿，你不知道说台阶，我们叫台阶，他说梯坎儿，梯坎儿。我后来想，梯就楼梯的梯，坎就是那个坎，这个你还可以对应。哦，梯坎儿。相应都没有了。但是对啊，那你说那2个字就无法想象了。5号。男嘉宾你好，各位老师好，各位观众好，我叫蒙一，来自湖南株洲，现在在上海复旦大学读博，从事宠物抗衰相关的研究。男嘉宾既然在深圳的话，我很推荐去广州吃。我是个人在广州待了5年，然后我每次带我朋友去广州都是，就连吃3天吧，不重样的，而且物价很低，基本上一顿可能也就30-402个人。我特别赞同5号说的那个。广州的那个物价还是很亲民的，而且有很多小馆子能吃到非常地道的菜。不过我很好奇，仅仅看您的名字，我认为你来自内蒙古，你有点像蒙牛和伊利这2个企业的对生下的娃是吧？那你父母取这个名字有什么含义吗？因为我的出生日期是在年底，我爸爸觉得可能新年伊始，同时也会觉得我是我们家的唯一，所以取了这个一字。对。哦。哎，你说这个备战奥运这个词儿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呢，还是现在年轻人比较流行这个词儿？这是一个现在特别火的一个梗，就是大家在不工作的时候都去积极的去运动。16号。受我前男友的影响，然后我现在也特别的喜欢健身了。然后，但是我发现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就是每一次下班之后去健身房，大家就像是有什么大任务要去完成，每次都埋头的在那儿苦干，根本抢不到器械，就印证了刚刚那句话，就像大家都在备战奥运一样。全民狂热健身，我有感受。我有一次我去打球，礼拜1下午，居然球馆是满满的。是，而且每隔一段时间会有特别火的一个时尚运动，年轻人突然，比如说攀岩，其实这2年就非常火。对，前2年皮克球，最早的前几年有飞盘呀等等，那一阵儿很火。那是一个社交活动。确实背面有一种趋势，就是越来越原子化了。就是原来其实足球11个人，篮球5个人，然后到匹克球2到4个人，但是到现在像攀岩很多都是一种个体运动，就是自己享受那种线路的设计啊、挑战呐、战胜过去的自己那种感觉。我还想问一个，现在大家对运动的这么大的热情和狂热，和恋爱的关系是什么？如果你们有女朋友了，有男朋友了，下了班，原来是直奔那个健身房，现在下了班要接女朋友，你们会怎么安排呢？你会怎么安排？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比如说1、3、5的时候有氧，然后2、4的时候力量，其他时间是战友，然后星期天的时候做情侣。哦，平时就是一起练。平时战友一起去健身房，我觉得特别好。你往前倒个10几年，谈恋爱最容易干的事儿，我告诉你，吃饭、逛街、看电影。看到一条裙子往那儿一站，吊牌一翻，1980。
对男生那个心理的多可怕！哎，去健身房没有这个压力啊，对不对？所以以后多带女朋友去健身房，又省钱，又显得对吧特别有活力，你觉得呢？我感觉我比较喜欢跟女生一起去健身房啦、攀岩啦，一起运动的感觉。7号。男嘉宾你好，我叫黄金平，福建人，然后现居厦门，就职 HR。然后我想问一下，如果你的女朋友要求你一定要陪她，但是你计划了你今天要去健身去游泳，你会怎么协调？如果是1次2次的话，会去陪女朋友吧，然后多次的话就会去沟通一下，会留给我自己的一个健身时间。但其实大部分的女生也不希望男生身材垮掉，也是希望男生去练一练的，会给男朋友时间。就是特别妨碍自己原来生活方式的，你就要考虑跟自己合适不合适了，对吧？看下一条片子。我曾有2段极致消耗的感情，让我彻底明确了如今的择偶观。第一段是一场异地网恋，他的情绪很不稳定。第一次线下见面是在一家烧烤店，他突然暴怒，嫌餐厅很差，但在几分钟之后他又恢复了正常。第2次见面是我带他参加朋友聚会，他说有一位同行的女生穿了一件仿品，就当场闹脾气，执意要离开。即使我一直劝说，也无济于事。长期无征兆的暴怒，过山车一样的情绪，让我无力支撑，最终提出了分手。现在我完全不能接受情绪波动强烈的女生，光是回想起那种小心翼翼的安抚啊，我就会感觉到窒息。参加工作之后，我认识了一位女生，她的家庭条件优渥，总觉得所有人都该围着她转，大到游玩吃饭，小到一瓶水，她从不会主动买单。我和她约定好了过生日，但一整晚都联系不上她。第2天，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家人在陪她过生日，没有看到消息，并一直在炫耀生日会是多么的隆重。在日常生活中，他从来不会关心我，一直给我灌输的是我必须迁就他的这种观念。正是这段经历，让我觉得双向奔赴是我择偶的硬性条件。在未来的感情中，我不希望2个人停留在吃喝玩乐的浅层消遣，希望我们既可以分享生活中的小事，又可以完成思想上的碰撞。期待能和你一起打造这样灵魂共鸣的恋爱模式。9号。男嘉宾你好，刚才我看到你第1段恋情多次提到前任的性格不是很好，我想了解一下，你就是当初选择对方是因为什么原因？当时刚跟他接触的时候，他的脾气是特别的好的，也是线上认识的嘛。当时聊起来都是非常的流畅的，但是线下见面时间长了之后，他的性格就会暴露出来了。15号。大家好，我是15号女生吴亚楠，来自陕西西安。就是我刚刚看您 VCR 中，就是第1段感情经历，您说您的女朋友情绪比较暴怒，就是我跟她不一样的点是，我是一个情绪很敏感的人，就是我在爱情中会计较很多小事。你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你回我消息晚了15分钟，我就会生气。我觉得你这样是不对的。就是你的前提是你的男朋友眼睛不能离开手机，不能超过15分钟。对。你前男友是做什么工作的呢？我前男友是那种市场营销，然后他就因为这件事情跟我分手了。哦。换谁都跟你分手。你有没有觉得你的这个状态是需要调整的呢，还是觉得我没有错？我觉得是有问题的，所以现在就改到1个小时了吧。4倍了，然后你有可能会觉得2个小时、3个小时也不是不可以，对吧？
哎，我很好奇的是，那背后的那个动机是什么？就是我在感情中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我就会很多疑。所以你觉得他回消息慢了，代表不在乎你，不爱我了，没那么爱你了。对，就是有15分钟没联系，就是不爱了，是吧？对。那你们俩谈了多久分手的呢？8年多。半年多，谈了半年多。因为他蛮能忍的。哎，我看你的资料里面，你是奥林匹克数学得过竞赛奖的是吗？对，我是奥林匹克数学竞赛1等奖。哦，那你是不是对数字太敏感了？觉得？有点吧。那如果在等消息的时候，你刷2套数学题会好一些吗？就是。我觉得有道理，我回去可以试验一下。啊。我就是有些女生会觉得，就我发微信过去，其实我是关心她，然后就很希望得到一个回应。如果不回应的话，就觉得好像我已经在跟你沟通了，你是不重视我吗？他会脑补出非常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糟糕的情景，然后最后得到一个感受就是说他不爱我。一般来说，人家说半天了，或者1天不回了，或者1整晚消失了，就是会产生这样的这种联想。但15分钟好像是短了一点。我也意识到自己这个问题了。哦，那就好，知道有问题就好啊。对，有病就得治。我想问一下，你第2个女朋友，她过生日，你1个晚上她都没有回你信息。对的。然后第2天跟你说，我的生日过得好开心哦。是这样的。我就想问，你确定她是你女朋友吗？确定。那你能解释一下吗？你看那个15分钟就不爱你了，她一晚上都没回。那我就疯了。你觉得那个女的还是他女朋友吗？就赶紧删了吧，先。你没有问他一下吗？哎，我是你男朋友，我就不能参加一下吗？他给我的回复是他更喜欢跟家里人一起过，但他没提前跟我说。那在生日之前有没有1晚上不回复的情况？之前是没有的。就这一次。对。就是重要的时候你就不要出现了。或者他的性格也是比较，他有事儿就不提前跟我说，直接先去忙，忙完了再跟我说。我觉得15号挺适合你的，好好治治。6号。男嘉宾你好，我想了解一下，如果说您未来，跟您的另一半双方产生矛盾或者争执的时候，您会有一个怎样的处理方式呢？我觉得首先不要情绪化吧，先稳定下来，2个人好好去谈，解决一下矛盾。就是我们不是要解决对方，而是要解决问题。好，谢谢。2号。男嘉宾你好，因为在感情里面，我也是比较喜欢双向付出、互相扶持。刚才看 VCR， 然后我看到您说，第2个女朋友1次单都没有买过。那我想问，在恋爱里的经济方面，您是希望也是相互付出5-5分呢，还是说会有一个自己的想法？我想听一下。男女双方的话，我感觉7-3都没有问题。前提是我喜欢你，我愿意给你花，而不是女生说把男生花钱当做一个比较理所应当的事情。3号。大家好，我叫谢芷金，来自湖南，然后现在是一名音乐老师。我想问一下男嘉宾，你的工作是分季节性的，这个另一半他是哪个地方的，你在意吗？其实不是很在意，因为本身我就是2个地方来回跑嘛，跟另一半也可以一起去旅游，也就可以见面。另一半必须接受你是2地跑的这种。如果我特别喜欢一个人的话，我选择工作可能会更倾向于那个人的城市。最后一个问题，4号。大家好，我叫宁曼宇，今年24岁，来自浙江杭州，现在是一名行政专员。问一下男嘉宾，因为你的 VCR 现在是定居深圳，然后如果说后期遇到感情是异地的问题的话，你会怎样去处理这个距离的问题？就是多久见1次面的这个频率？如果工作不忙的话，希望1个月见2次到3次左右。现在留灯的是6号、23号，有请6号、23号。来，我们看心动女生。
4号。我们来看一下女嘉宾的资料：李诗阳，家有萌宝，我的闲暇时刻，我要的恋爱，我的闲暇时刻。休息时喜欢叫上朋友去喝咖啡店，或者是去一些小众的景点打卡，待上一下午，能让身心都放松下来。宁曼宇，认识一下我行动派，我的恋爱观。我选择我的恋爱观。对待感情不玩套路，不暧昧，不拖拉，喜欢就认真，讨厌猜来猜去，相处简单又安心。宋子玉，反差感，不喜欢这样的你，我喜欢的。我选择不喜欢这样的你。不喜欢说话没有边界感，不爱干净，穿着邋遢，爱冷暴力的男生。最后一个问题，问3个女生。我想问一下，你们在恋爱关系里比较偏主动还是被动？我是偏向比较被动的，因为我的性格也是这样。我在感情当中是属于一个很被动的人，就如果对方没有给我回应的话，就即使我再喜欢对方，我也会放弃。我怎么讲呢？没有绝对的，就是有时候会主动，有时候也是被动的。谢谢。要做最后的决定了，选心动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你的决定是？感谢港荣蒸蛋糕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港荣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我能选择它的原因是因为我感觉说话也比较活泼嘛，再加上今天穿的也是比较的像，就感觉非常合拍。就是最后男生选择我的时候，其实我内心也是蛮开心的，因为我们在很多方面有共同的爱好，多接触接触，我觉得蛮好的。哎，你之前有打过排球、网球？我在我们学校上排球课的时候，就挺喜欢打排球。啊，那你蛮厉害的，因为我之前也是就是打过一些比赛嘛，我排球这方面还可以。那回头切磋一下。好的，好的。虽然我们现在不在一个城市，但是因为我的工作是有流动性的嘛，我也很愿意去到你的城市，我们可以一起去逛一逛你们当地的景点啦什么的。港荣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让我们一起出发吧。祝他们幸福。非诚勿扰由港荣蒸蛋糕特别播出。港荣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有请下一位男嘉宾。孟老师好，然后2位老师好，以及现场的24位女嘉宾、观众们，大家好。我叫黄宇豪，我今年24岁。然后我和孟老师是来自同一个地方，来自南京的。然后我从小就看孟老师的节目，我也非常喜欢孟老师，今天很激动。对。本嘉宾由父母牵线推荐，来选你的心动女生。小林，2号男生推荐谁？综合评估，黄宇豪的首轮制吹女生是12号女生刘千怡，24岁，来自南京，是一名出版社实习编辑。女生性格灵秀机敏，知性清爽，爱好阅读和爵士乐。2人是个性互补，也能彼此包容，不束缚的一对。请你们彼此多多关注吧。12号，你介绍一下新来的。
大家好，我叫刘千怡，今年24岁，目前是在南京做一名实习的文学编辑，谢谢。文学编辑，你爱看书吗？爱看小说算看书吗？那当然算，这当然算。你要看不起小说但是可能就是看小说很被人鄙视吗？看什么样的小说吗？怎么说呢？有一些涉及民国历史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一些比较爽的小说吧。你们出版社最近有什么新书啊？有历史类的，推荐。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爱之请回答。你的愿望是？我的愿望是和未来的那个他一起去云南旅行，然后一起去体验风花雪月。你特别喜欢云南的原因是？我觉得云南这个地方它非常的舒适，然后也非常适合轻易去嘛。你看这边下关风，下关这个地方就是风城，然后它的就是风特别大，然后也非常的美丽。上官花是上关这个地方是在大理以北的叫上关，然后它花特别多，四季繁花，所以说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苍山雪呢，就是苍山这地方常年是积雪，然后就有雪山嘛，我也特别喜欢雪山这种风景。洱海月就是洱海的晚上特别的漂亮。然后晚上可以一起赏月，对。我觉得要是这样的话，应该这么排：上关花，下关风，总关情。哎呀，在咱们国家的省里边，我要找个地方待，我首推就是云南。这个地方真是气候最友好的一个地方啊。对对。到云南最容易想到的是什么？要么到昆明。丽江对吧？对，大理文青的圣地，其实它还有一些很小众的一些地方，离昆明也不远，比如说建水一个古城，建水豆腐比较不错。建水豆腐很好吃，还有离它更近的一个地方叫弥勒，我给你们看看。哇，很漂亮。这是一个人造的一个地方，非常好玩。离昆明大概开车就1个多小时。你到这个里边有吃的，有玩的，有小火车，有各种，你可以到里边去拍照，非常好玩。哦，而且物价也友好啊。帮你推荐一下云南，对，带女朋友去照相，对，可好，特别漂亮，对。6号。大家好，我叫陈晓峰，今年27岁，来自贵州毕节，现在深圳大学读博士。然后我去云南是去过2次，正好都是我的毕业旅行。第一次去云南就是直接去的大理，是在我大学毕业考上研究生的时候去了，暑期去了1次。那第2次的话，我是去了丽江和泸沽湖，然后是我研究生毕业考上了博士，然后又去了云南1次。那后面如果我再想去云南的话，我会比较想去腾冲，我想去泡温泉，因为它那个天然的温泉非常出名。你要去腾冲，我推荐你1月到2月去。腾冲的油菜花是全国开的最早的地方，1月底2月初就开了。泡温泉，看看那个地方的油菜花，非常漂亮。好，来看片子。我平时喜欢做饭，我认为做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吃一顿美味的饭能让自己的心情变得开心。我平时喜欢看美食纪录片去学习做饭，同时我也喜欢听着音乐去做饭，而我认为听着音乐做饭能让我做的饭更加的美味。我之前是在海外读的本科，学的是机械工程，现在已拿到英国硕士的 offer， 我即将在那儿读1年半，未来想回国定居。
我们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我觉得这是弥足珍贵的。因为在国外过于孤单，回国后我格外偏爱一切充满人气的地方。商贩的吆喝，行人往来的喧嚣，都能让我真切地感受到鲜活的生活气息。南京的美食我是从小吃到大的，如果你们来南京的话，我会想推荐你们去吃汤包，去吃烤鸭，去吃活珠子。如果以后有机会去女朋友的城市，我想去那儿特别有烟火气的地方，去尝尝当地特色的美食。希望我们未来可以在一起，去奔赴不期而遇的美景，去感受人间烟火。我是黄宇豪，期待与你一起享受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南京菜好像并不是那种特别有特点的，但是在南京的区县里边，南京的土菜第1名就是他的老家陆河。对。陆河的土菜真的很好，猪头肉，对，活珠子、老鹅，还有皮肚面啥的也都挺不错的。对，我主推哈活珠子，虽然说这个东西看着比较可怕，它就是小鸡未发育完整的胚胎，但是它非常的鲜，非常的鲜，我觉得比放了很多鸡精的汤都很鲜。对，是这样的。我看12号一直在咬嘴唇，你受不了吧？你吃过没有？我有点接受不了。那推荐一下你们的家乡，来24号。男嘉宾你好，男嘉宾，你刚刚在 VCR 中提到你热爱美食，也喜欢做美食嘛？然后你如果来威海的话，我可以让你感受到不用开灶的快乐。是威海每年7、8月份的时候，直接拿一个小锅，1盒芥末酱，还有1盒酱油，来到海边就可以直接开吃了。对，山东海鲜非常出名。一边抓一边就直接煮。是的。我也推荐一个不用开火的。我们的港蓉蒸蛋糕，这个味很好，我觉得，就偶尔一次不想开火，这个对年轻人来说特别友好，颠吧颠吧的时候又好吃，哎，它又方便。我告诉你，前不久我看世界杯的时候，晚上凌晨要颠吧，这是首选，哎，得弄2个颠吧颠吧，来，港蓉蒸蛋糕、港蓉蒸面包都好啊。用啥？不知道男嘉宾能不能接受凉拌折耳根的味道？我吃过，因为听说折耳根比较健康，我会尝试吃一点，但是确实有点奇怪。我觉得很好吃，然后每次火锅的时候，我也一定会放很多折耳根。也就你们川渝人能吃那个玩意儿。对。我看过网友评选的中国蔬菜的魔鬼蔬菜前8名，天花板第1名难吃的就是折耳根。17号。Hello， 大家好，我叫宋新杰，今年23岁，来自山东枣庄，目前是一名网络销售。我们山东这边有时候会去晚上抓知了猴，然后炸着吃。想问男嘉宾有没有吃过？我觉得我愿意去尝试，就是一些昆虫啊，因为云南有很多昆虫嘛，是的，我还挺愿意去尝试的。对，我觉得都挺好吃的。云南最要试的是菌子，哎，对，菌子吃的不好就能看到字幕的那种。我上次去的时候也吃了剑手青吧，然后我觉得就特别好吃，我非常喜欢。对，男嘉宾，你是留学的时候自己学会做饭的吗？其实，在出国之前我就有自己在做饭，但那个时候可能不太成熟吧。然后出国这段经历让我做饭变得更加成熟。对，这是你的作品啊？对，是我做的。哎，这看上去可以的。可以。尤其是画面正当中那个，看上去具有食欲。我觉得做饭也有种乐趣吧，我就享受做饭这个过程。就比如说我自己做给我自己吃，可能体会不到，但是我做给别人吃，做给我家人吃，我觉得很开心啊。你有女朋友的话，你愿意跟她怎么分工？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你可以帮我备个菜，或者帮我洗个碗，然后整个做饭由我来嘛。哎，郭思远，郭思远说好像10月份要去英国读书。对，是的。然后我的硕士也是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读的。对，然后我也是过去才知道，就是做饭有多么难。在我去之前，我根本不会。然后我还有一个小 tips， 就是可以教大家煮卤牛肉的时候，可以放一个新鲜的猕猴桃进去，肉会炖得更香、更嫩。真的，一个爱吃的四川人到英国去留学，那个英国的食物估计四川是活不下去的。这是你的手笔。都是我做的。
哇，对。哎，那男嘉宾，你是什么时候要去英国？我大概是9月份去。哦，他9月份去。你几月份去？我10月份。我买的机票是9月18号。去哪个城市呢？我可能去伯明翰，对。哦，也不远呢。我在伦敦读博。对，那不远，反正英国还是比较小的，就跟陕西省一样，很小，对对。你们有没有看过英国的地图和我国陕西的地图？一拼，相似度起码在85%以上。而且陕西人最爱吃的是什么？面。肉夹馍。他们爱吃什么？汉堡。哎，英国出了一个男演员杰森斯坦森，我们这边是果搭。11号。男嘉宾你好，如果你做饭还有平时饮食跟你的女朋友口味不合时，你应该怎么解决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比如说，如果在家里做，我可以做我自己吃的，然后把你想吃的分开做，是这样的。然后如果在外面的话，我觉得就应该合群一点嘛，大家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对。因为我是江西的，我们江西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江西，就是我们江西就是辣。这个我知道，江西好像是特别辣，就是口味比较重。因为我的舍友是四川那边的，然后我跟他也算练出来一点了嘛，但是没有那么能吃辣，对。那也很可以了。对。小林，有没有什么给我们推荐一下独居做饭的技巧？1. 电饭煲化炼大法，食材丢进电饭煲一锅出，方便。2. 自制预制菜，分装冻好1周的料。回家热一袋预制菜，自己做的更安心。3. 一把剪刀走天下，手残党也能轻松切菜。4. 保鲜膜当菜板，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洗不干净菜板啦。超适合你。20号，男嘉宾你好。我也是平时会自己下厨，一开始我也会像你一样在网上查一些视频呀去学，然后也比较精致。但是我发现每一道菜我都是做过之后第2遍还得再查一次，就完全会忘。后面我自己找到了一个邪修，就是把所有的调料都放一遍。想问一下男嘉宾有没有什么自己的小方法？就是你觉得菜一般放什么调料，一定它就会比较好吃一点？就比如说我红烧之类的吧，生抽啊、老抽啊，然后再放点，我觉得是放点花椒粉啊，它对肉就是会增香的效果。我是有这样的一个秘诀，对。谢谢。每次都记不住的原因，有可能是你这一次做饭和下一次做饭之间的时间有点长。被发现了。你刚记住了红烧肉之后，过了9个月之后。什么叫红烧肉来着？你试着连续3个月你自己做给自己吃，你做3个月，你保证不会忘了。好，看下一条片子。很漂亮，很漂亮，不错，保持。我们相识于一场聚会。好了没有啊？没有啊，我在拍视频啊。那时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话题，就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相处了短短2个月，我便出国留学了。当时我们隔了10多个小时的时差，我们就这样谈了4个月。但我慢慢地发现我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我觉得我变得像一个工具人一样。东西放购物车了，你可以清空了。他也开始习惯用反问的语气和我沟通。你已经占用我的社交时间了，你知道吗？我们还是分手吧。这段感情结束得非常的仓促，他和我在电话里提出了分手。我认为一段真心付出的感情不应该如此潦草的去收尾，所以说我提出了回国之后请他一起吃饭，一起好好聊一聊，让这段感情画上一段圆满的句号。但是他拒绝了，所以说我认为这段感情还是充满了一丝遗憾的。对于爱情，一旦认定了另一半，我便会全心全意、毫无保留地投入其中。我期待的女朋友内核稳定、温柔乐观，我们在脆弱的时候可以互相支撑，长久陪伴。17号。Hello， 男嘉宾，我想问一下，你现在还愿意接受异国恋吗？我看你就是要去海外1年半。我觉得我还是愿意接受的，就是
只要真诚的相处都可以去结束的。对，我还想问一下，这1年半期间，你打算是多久回一次国呢？就是想放假肯定就回来嘛，因为毕竟英国那个地方美食荒漠，我天天自己做饭也不行嘛。对，能回来肯定尽量回来。对。好的，谢谢。郭思远。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您刚刚 VCR 里面提到对上一段感情有遗憾，这个遗憾是对两方具体没有在线下成功说分手这样的遗憾，还是说对这一段感情还是保留一个怀念？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这段感情是真诚去对待，然后就是正式的去开始的，但最后就是没有这个正式结束，所以说会遗憾，但没有什么其他遗憾。对。线上分手这种方式，你们觉得 OK 吗？15号。我不太能接受线上分手的方式。你15分钟就没回信息，视同于分手了。我舍不得分手，我会给他发脾气，但是我不会分手的。对呀。就是我觉得2个人有事情一定要当面说清楚，就是包括吵架也不喜欢就是不说话，就一定要2个人一定要沟通。你跟我说你谈过几段啊？3段。你激起了我很大的好奇心。你用简短的话说一下3个人的分手原因。他说我给他的压力太大了。压力太大了，15分钟受不了。第2个，他说我太敏感了。太敏感了，15分钟受不了。第3个，说我没有自己的空间。你没15分钟受不了。仿佛是一个人说了3句话的。那3个人都是线上分手吗？就发消息说，说我觉得我现在不适合谈恋爱，我觉得我现在没有精力去应付一段感情了啊！你很好，是我的错。这句话翻译一下，不适合跟你谈恋爱。他转头就去跟别人谈恋爱，好伤人啊！1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在感情里面是偏主动型的，还是被动一点的？我觉得我还是。开始的时候是偏被动的，然后相处久了可能会主动一些，是这样的。好的，谢谢。最后一个问题，3号。男嘉宾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对这个分手饭是有执念吗？就这顿饭，我们就必须得吃散伙饭。也不一定要吃饭吧，我的意思就是说正式的分手这个礼仪吧，对。但吃饭可能是一种方式，对。就是反正我分手前我还是得跟你再见一面，是这个意思吗？对。为什么呢？我觉得因为开始的比较正式啊，就是结束的也希望正式一些，是这样的。你看那个电影里边，人家分手，人家离婚还举办一个办几十桌呢，宣布一下我跟谁谁谁离婚了啊，亲朋好友来见证一下。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电影？人家吃顿饭也没多大罪过啊，对不对？对。那男嘉宾是个比较有仪式感的，我走了。17号有没有问题？没有。你在哪个城市？山东枣庄。枣庄，工作室。网络销售。你可以牵手，17号，也可以自己走，你的决定是。我的决定是自己走。他还依依不舍地看我一眼。再见。哇。首先我很感谢这位牛顿女生，我觉得她能选择我，我真的非常的开心。然后其次，为什么不选择她呢？我们整个台上没有过多的接触，我不太了解这个人，所以说我选择了离开。刚才台上的女生对我就是分手一定要吃饭这个事儿产生了很大的这个分歧吧，或者说想法。我觉得是这样的，分手不一定要以饭的形式去结束，是一个就是仪式。我觉得分手需要这个仪式。我觉得真诚的开始就需要一个真诚的结束。大家好，我叫黄宇豪，我今年24岁，来自南京。我是个活泼开朗、思维比较跳脱的男生。我希望找到一个跟我一样就是思维比较跳脱的女生。如果有喜欢我的女生，请来联系我。
对我觉得就是3号女生，不是说这个男生一定要求一个仪式感，好像搞得他事儿很多一样。他在上一段的感情当中，尤其是后半程，是很不愉快的。就是那个女生说的那些话很无情，让他清空购物车，然后说难道你就没有自己的生活吗？就是他觉得他没有受到一个非常平等的待遇，就算分手，也是应该2个人好好的友好的道别。他的要求我能够理解和体会，我有些时候就是很多问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我上一段恋爱已经快6年了，那一次就是给我非常不好的体验，怎么哭了？我就是线上分手的。为什么线上分手？就是我尝试过跟他沟通，但是都，他拒绝跟我沟通。你想起你那个线上分手，你想跟他说，我们见个面好好聊聊，他都拒绝了，你感觉什么？被忽视了是吧？就是我发现了我们之间的问题，我想跟他沟通，他总是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去搪塞掉我。就我最后一次问他，我说我们好好聊一下吧。然后他就说他奶奶还是谁家的水管炸了，然后他要去咋了。我心想这个水管又不要你去修，然后我就一怒之下，我就说分手吧。然后我以为他要挽留一下我，然后他说好。然后我就直接把他删掉了。然后我觉得其实我们之间的问题其实也没有解决。其实啊，你可以评估一下，你和他的感情不如他奶奶家的水管。确实。是吧？所以我觉得你看你6年了，你今天一提到，突然间就会上头，这恰恰说明没有一个句号带来的持久伤害。如果当时真的把彼此的感受、分手的理由、彼此对对方都做一个清晰的了结，他那就翻篇了。在你这儿6年还是隐痛，但是刚才那个男生他不是每分手必吃饭，他只是在上一次有这样一个行为。但是刚才当有一个符号化的总结说分手饭出现的时候，就把一个单次的选择上升为一个个人的习惯，而且他这个描述是带有他个人情绪的。你分手是非要跟人吃顿分手饭的吗？你就变成了一种带有谴责的一种习惯性的动作。你这个里头有非常大的个人情绪。对，但我就觉得这个个人情绪很有特点。我觉得你是内心深处有一点点的小小的对抗性，就是没有那么自洽。比方说，你明明想跟他好好沟通，你明明不想分手，但是你的话说出来就要分手，你是等着他求你的，结果他没有求，所以就是你有点口不对心。所以我觉得很多问题就是跟自己有关系，跟我们的表达方式有关系。我们到底想什么就做什么，有几分就说几分，会减少非常多恋爱中的误会。有请下一位男嘉宾。Kemudian Uno Ino Kuchas Betafna。孟老师好，2位老师好，24位女生，现场的观众大家好。我叫关小军，今年29岁，来自新疆伊犁，目前居住江西赣州。本嘉宾由艾丽芝推荐。刚才说的是什么？我说的是我们锡伯族的锡伯语。哇！来选你的心动女生。小林，3号男生推荐哪一位？综合评估，关小军的首轮自推女生是11号女生张某，24岁，现居南昌，是一名行政文员。女生性格单纯可爱，生活中喜欢练瑜伽、跳爵士舞。2人是互相体贴、包容、彼此尊重、亲密温柔的一对。
请你们彼此多多关注吧。这个锡伯族原来是从东北就西迁过去的，是乾隆皇帝的时候。对，乾隆皇帝时期，就是为了驻守新疆边疆地区，当时驻派了1000多名锡伯族官兵，携带了家属，然后大概4000多人徒步走路从走了1年多哎，走了1年零4个月。哇，你现在从东北走那儿也得走一个大半年。而且我还记得他们有一个节日叫418，是不是？对。说农历4月18号那一天出发的。对，农历的4月18日就是我们传统节日西迁节。但是他们说东北的锡伯族的语言就已经基本上被汉化了。对。但是他们在新疆的反而留下了。对，我们在家里面跟自己的家人沟通，朋友之间沟通，我们都用自己的语言沟通。这个民族的总人口大约也就是20万左右，他们还保留着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文字，我们还有自己的文字啊，这很厉害的。哎呀，很不错。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爱之请回答。好，你的愿望是？我的愿望是带未来的他去我的家乡看一看，走一走。哎，我很多年以前，20多年前在察布查尔县住过2天，好像你们那个地方的吃的东西跟新疆其他地方略有不同。对，像我们新疆的锡伯族跟维吾尔族他们的饮食还是不一样的，有点不同。对我们锡伯族最有名的话就是我们的锡伯族的早餐，如果大家有机会去新疆伊犁旅游，一定要吃一下我们的锡伯族早餐。左上角第一个图片就是我们的锡伯族大饼，锡伯语叫法尔格温。我们早餐的话是主要吃这个大饼，然后就着各种凉拌小菜。然后第二个的话也是特别有名的这个韭菜辣酱，我们叫群椒米尊。第3张图片是我们的咸奶茶，然后第4张图也是我最喜欢吃的一道菜，叫错群椒，翻译过来是烧辣子的意思。烧辣子，夹着这个馍馍吃，超级好吃。如果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试一下。那你有没有这个你们民族的才艺啊？当然有，我为了节目就是也准备了一首歌，还有我自己的舞蹈。来，我先给大家唱一首我们的一首民族歌《查布查尔布哈我的母亲》。布哈哟呼伦巴，拉夫杜萨布齐巴。Çavçar buhai eri haji Sini kunduru jarhan ba Eri akudun jihada Tumen sıci Ney buha sıla buha Sıla buha Nadanya fuduru suduri Çavçar buha mini haji nya 谢谢。这首歌的话，我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是查布查尔，查布查尔锡伯语翻译过来是粮仓的意思，然后也是我们的地名。然后布哈锡伯语翻译过来是河渠、大渠。这首歌主要就是讲的查布查尔是我们锡伯族的母亲河，养育了我们世代的锡伯族这样的一个故事。刚才我唱了锡伯语的歌，我还有就是舞蹈，然后我想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民族舞——贝伦舞。哇！不错不错。我总结了一下3个动作：拍手、拍胸、拍屁股。你还带了些什么小礼物吗？对，就是我有给大家带我们新疆的一些。你是给观众的还是给女生的？都有。哎呀，谢谢。哎呀。啊，我也想。哇，谢谢 ，Thank you。
哦，岛夹核桃。谢谢。哦，不错不错不错，高钙奶醇。谢谢。没事没事，注意点。好嘞，扔远点吧。好，你看，来一个少数民族的朋友，又是唱，又是跳，又是吃，非常欢乐，热情。好，来看片子。很多人向往新疆，原因可能是因为新疆有雪山、草原、戈壁和沙漠。这些在别人眼中壮美的风景，是我从小最熟悉的日常。我是关晓军，我的家乡在伊犁河的南岸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我是锡伯族，从小听着锡伯语长大，民族文化一直陪伴着我成长。大学时，我在校内成立过语言学习社团，希望不同民族的同学能够通过语言相互了解、相互交流。大学毕业后，我留在新疆，进入了国企工作，也参与了 G580沙漠公路建设。5年的时间，从一线的安全员成长为公司的安全环保部副科长，也在乌鲁木齐买了房。工作完几年后，就我一直在问自己，我现在过的到底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这样下去，有一天会不会后悔自己没有去尝试过另外一种人生？带着这样的念头，我瞒着家人裸辞考研。现在在江西理工大学读测绘工程研究生。辞掉工作后，我也到了厦门，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的看到了大海。真正的站在海边的时候，跟想象当中的不太一样。海平面延伸到很远的地方，整个人一下子都安静下来了。作为在新疆出生长大的自己，大海给了我不一样的向往。它代表着远方和未知，让我感觉世界原来真的好大。人生不应该只停留在一个地方。以前我向往的是大海，而现在我更向往未知的人生。人生最重要的，不是一直停留在熟悉的地方，而是始终保留重新出发的勇气。你在这个修路修了几年？我在那边修了2年半，将近3年的时间都在这个项目。在沙漠里边修路？对，我当时毕业的话，就是修的是沙漠公路，是47团到 G580的一条公路工程。然后它的工程的大部分区域都在沙漠里面，一部分的这个桥梁工程是在村庄。哇，这个是 G580的一个公路的一个图片。这个就是我当时的上班的一个工作环境，因为在沙漠嘛，一个星期7天里面大概3、4天都是刮沙尘，然后当时的话，环境非常艰苦。你看这个天儿，感觉就是《西游记》里边要出妖怪了。然后这个是我们左边是第一张，是我们刚刚修好路基的一个图，第二个图片就是我们铺上那个油面的这样的一个图。200多年前啊，就是乾隆皇帝也是远赴新疆嘛，那也是拓荒。是啊。我觉得，所以这个男嘉宾也是一个，你看这么荒凉的地方去干。延续着他祖先的血脉里边的东西。是。哎，我在想，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们是没有过的。比如说这条路修完了，当你自己开车行进在这条公路上，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就是特别感慨，然后也会很激动，也有很多开心吧。就是从荒无人烟的这个沙漠开拓了一个能走很远的这个柏油路，对，也解决了沿线的一些居民的这些交通问题啊，这些也带动了周围的一些经济这样。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我们国家这些年在治理沙漠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全世界瞩目的。联合国曾经为这个事情给我们国家颁了一个奖。我们在把沙漠能够变成农田，
或者让沙漠退耕的那种过程当中付出的艰辛，包括在沙漠里已经绝迹了几百年、上千年的那些动物，开始慢慢出现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这是一个，我告诉这是一个人类工程，非常非常伟大。男嘉宾做的那个也是这个工程里边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呀。哎，我刚才看你跟周边有对，我的项目部的话是在村庄，然后我工作之余平时也会参与组织一些公益活动。我们当地的那个村的话会种植葡萄、红枣、核桃这些。像年底同事们他们需要这个年货，那我就会主动联系，这样就自己也做了好事，缓解了这个当地村民的这个滞销问题。然后这个图的话是这个也是有一个故事，这个妹妹非常坚强，很早她父亲就不在了，然后她母亲身体也不是很好，然后眼睛看不见，她相当于妈妈的眼睛，然后她会一个人扛起家庭的责任，所有的务农呀，家里面的所有的活儿都是她一个人完成，所以我在工作之余的话，我也会去帮她一起干一些活儿，这个就是我当时帮她摘葡萄、运葡萄、晒葡萄干的一个照片。哎，我觉得筑路的人不仅给别人带来便利，也走出了自己更远的人生。太好了。22号。你好，男嘉宾。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这个专业毕业了以后，你未来的发展是一个什么样子？自己的规划是什么呀？我就是现在是在读研，然后我的目标跟计划就是在自己有能力的前提下，然后继续深造读博，然后未来的话想成为一名高校老师。你现在读测绘工程是吗？对。那我就不得不做一下招生宣传了。你既然想读博士的话，不如考虑一下武汉大学测绘工程专业。好的，谢谢老师。武大的博士这是下一步的事儿，现在的事情是找一个女朋友。2号。男嘉宾你好，我感觉您非常的上进，而且是在新疆修路2年半之后呢，又去考研考博。那么我想请问，您对另一半的学历，并且对他的性格有没有要求？也是不是希望他一样可以跟您一样上进努力呢？就是我不说是学历有一定的要求，我最理想的2个人的状态就是我有我的人生目标，你有你的人生目标，然后我按照自己的节奏在自己的路上一直往前走，然后你按照你的节奏在你的路上往前走，然后我们2个都是一起进步，一起成长。5号。男嘉宾你好，我现在在复旦大学读博。我其实想分享一下，就是我读博前也是留校工作了2年，然后其实也是一份很好、很稳定的大学老师的工作，但是我还是可能跟你一样吧，就是大家都比较勇气可嘉，还是愿意跳出来继续去深造。但是其实我想问，就是在你放弃这种稳定工作去读研的过程中，有没有遭受一些阻碍？备考是瞒着我家里人。包括至今我父母都不知道我是裸辞考研的。现在也不知道吗？对，等节目播出的时候。播出完了就知道了。啊，对。就我先说一下，就是我父母是非常支持我读研，尤其是我的父亲。因为我父亲很小的时候他学习很好，但是由于家庭的条件，所以他没有这个读书的机会。然后就是他很希望我继续读，然后他们又是很普通的家庭，所以就是我不想让他们对我过度的担心。然后我7月份离开的工作岗位，然后8月份开始备考，备考了5个月的时间，然后我就面试了下一份一个央企的一个工作，然后我就骗我父母说，我现在的这个单位有一个让我出去交流学习的机会，让我去内地工作，然后以这样的谎言我去珠海工作了半年，然后等到我考研上岸，我把这个谎言也圆回来了。你看这哥们儿安排了很大一盘棋，你发现没有？一步一步，先辞职，然后再去面试，然后跟父母说的一套说辞，然后怎么再把它圆回来，滴水不漏。就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你想开始，永远都不会晚。张萌。男嘉宾你好，首先我很佩服你就是裸辞考研的勇气，然后我想问一个问题，如果你在谈恋爱之间，就是一些重大的决定，你是不是也会先瞒着女朋友？这个的话就是分情况讨论吧，就是结果是好的，那我肯定会稍微瞒一下，如果是我。
但是如果是重大决定的话，我还是尊重对方，我还是要跟对方协商，什么事大家都要商量着来。对对对。男人和女朋友的关系不能等同于和父母的关系，对吧？明白。18、19岁的男生谁听爸妈的？但是都爱听女朋友的，对不对？21号。男嘉宾你好，就是我知道，包括申博，其实会有很多的资料要去准备。那其实你的未来其实还蛮忙的。那我想问，就比如说女朋友、女生在你的生活当中大概能占到%多少呢？或者觉得它只是一个生活中的小的佐味料这种？我并没有这么想，就是我想的是，女生有自己的目标跟什么，然后我也有自己的目标，还是刚才说的，就是2个人都有相互鼓励、相互支持，一起进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好像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去竞争什么，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时间分配，不能说一定谁比谁更重要。是的，不是调味，而是动力的来源。对，是这个意思。谢谢老师。你第一次看到大海是看到厦门的海是吧？对，我第一次看海是看厦门的大海。为什么那么多海滨城市选了厦门呢？当时我是去云南旅游，然后刚好返回新疆的时候，要在那儿中转一下。去云南，云南在这儿，新疆在这儿，厦门在这儿。是啊，他要得在那儿中转。我告诉你，这样转机很便宜，知道吧？而且还可以多玩一个地方。对，特种兵。对，你转的地方转得越远，打个比方，买上海飞南京的机票，你懂吗？半个小时就到了。哦。去哈尔滨转机。这个机票很便宜，到哈尔滨就玩。然后在那个转机时间留得长一点，对，留个大半天就可以逛一个城市。是这样。他还给你安排一个地方住。哇，你可以，你玩的挺好的。7号。我想问一下，你上一段感情因为定居城市，那我想问，以后如果你谈恋爱了，那不在同一个城市，你能接受吗？就是商量着来，然后就是哪边发展的好，会考虑哪边，也会跟另一半商量。那我在厦门，我想说，如果我的另一半的话，我想希望他跟我在厦门发展，你会过来吗？你会喜欢厦门这个城市吗？我挺喜欢的，因为我第一次见海就是在厦门这个城市。我想去，最想去的城市就是新疆。有机会的话，就是你到时候可以，我带你去新疆玩一玩、转转。去新疆看一看。如果去新疆的话，有没有推荐的小众打卡点？像我们新疆伊犁有好几个县城都是比较有名的，比如说我刚才说我们的察布查尔，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察布查尔锡伯古城，可以感受下锡伯族的文化历史，然后当地的人文气息。还有我们这个霍城县，伊犁的霍城县的话，现在正是薰衣草开放的季节。还有就是昭苏的万马奔腾啊，这个也特别壮观。天马的故乡。对，昭苏是天马的故乡。还有就是特克斯，它有这个八卦城，它这个城市里面没有红绿灯，从上面往下俯瞰就是一个巨大的八卦。对，没有红绿灯的城市，中国就那一个。可以。他喜欢厦门，他喜欢新疆。哇 ，OK 的。你是什么工作来着？人事 ，HR。HR 啊，对。好，我们看下一条。我的2段刻骨铭心的感情，让我慢慢学会了爱与相处。大学时，我课余兼职做家教，想为家里减轻负担。恋爱后，这种习惯也延续到了感情里。我认为默默付出就是最好的爱，这是男人应该做的事情。可一次争吵后，我才发现他从未体谅过我背后的辛苦。现在回头看看，其实不是我不够努力付出，而是我不善于去沟通表达。这段关系随着我们毕业就这样默默地结束了。读研备考期间，我遇到了第2段真挚的感情。他医学博士在读，我们彼此欣赏，目标契合，却在情绪相处上截然不同。我习惯遇事独自消化压力，冷静沉淀，不传递负面情绪，而他却渴望深度的情绪共鸣与双向沟通。我也在慢慢发生改变，就是遇到问题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但我还是倾向于情绪上来的时候先稳定一下自己。这不是逃避，而是给我们彼此一点时间。
后来我们因为未来定居城市的问题发生分歧，终究没能走到最后。经历2段感情，我愈发坚信，好的感情是双向倾诉，共同面对，学会沟通，彼此包容，这才是亲密关系最好的模样。16号。男嘉宾你好，我觉得不管是你的长相和你的工作，都给我一种非常正统的感觉。我想知道你在恋爱当中会有幽默的一面吗？平时我也会幽默啊，我可能会给他准备惊喜，送他小礼物。然后如果是在一起的话，我可能也会给他做饭什么的。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希望能跟他一起去各种地方旅游。紧张。其实16号问的这个问题呢，一点毛病也没有。但是幽默感是上天给到人类的一个奢侈品。放到这哥们儿身上呢，确实有点小为难人。你看看这哥们儿的性格和长相，他像个有幽默感的人吗？最后一个问题，20号。男嘉宾你好，你刚刚 VCR 里你说，如果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希望先自己冷静一段时间。我想请问，你冷静的冷却时间是多久，并且你会先以什么样的方式跟对方去说呢？那是以前的我，然后我现在的话更愿意说，我提前会告诉你，我可能现在正在气头上，我需要缓一下。那当下那个气头过去，那我会及时的跟你沟通。我之前感情经历让我改变很多，有问题一定要及时沟通，及时解决问题。谢谢。不好意思。哎呀。我想问一下7号，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他在读研嘛，然后他想读博。那我是福建那边的，我们那边的话，结婚会比较早，对。明白，谢谢。是的，是的。遗憾。我还蛮欣赏男嘉宾的哈。但是我觉得可能在最后几个问题的时候啊，女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情况，比方说2个人都很好强啊，比方异地恋，但是你的回答吧有点千篇一律了，我会好好沟通，万事商量。老实人吗？不停的说这个吧，大家会觉得那么多具体的问题，未来会复杂性、灵活性体现在哪儿呢？另外再加上曾经的这2段感情吧，都相当于是一个经验。然后你说我学习了，我将来要怎么样？然后将来的那些呢，目前还停留在口号的基础上，所以女生很难，最后一步要留灯这个心意下不了。好，谢谢老师。你是很好的老公对象，但是做男朋友呢，还差一个小拼图，你得有点荷尔蒙的东西。你下次就努力跳过男朋友，直接变老公啊！其实刚才张诚心的那个问题，代表了一类女生的一点小小的缺憾。这里面可能有一些惊喜，有一些悸动，有一些原初的火焰。但现在已经很好了，你也不用逼着自己改变，好不好？好，谢谢老师。考博啊，到了武大我再给你介绍，没事儿。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你就这样，你把他话记下来啊，下次到了武大，你就讹上他。我跟你们自我学院都是男生，我们新闻学院都是女生嘛，你这真是对不对？谢谢老师。好啊，再见，加油。其实，在台上的时候，可能大家觉得我不够浪漫，没有什么仪式感。但是实际上，我在生活当中还是有自己的一些小惊喜、小浪漫。非常感谢陈明老师刚才给我的建议，我未来的恋爱过程当中，或者是约会过程当中，让他看到我的这些点。大家好，我是关晓军，目前在江西赣州。我是一个有目标、一定要奋斗到底的人。如果屏幕前有对我感兴趣的女生，可以联系我。祝他幸福吧。
感谢港荣蒸蛋糕特约播出，感谢非诚勿扰好事发生关银鹭花生牛奶指定播出，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幸福生活志享未来。下载爱荔枝客户端追更非诚勿扰，还有海量节目内容和丰富互动玩法等你探索。想要征婚、相亲、交友，或者想到现场参与节目录制的观众，都可以通过下载爱荔枝 APP 搜索非诚勿扰报名，也可以通过父母牵线小程序，或者发送邮件到非诚勿扰官方邮箱 fcwr@gstv.com 报名参加节目，还可以拨打江苏卫视幸福热线025960088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看节目。欢迎登录荔枝新闻、大蓝鲸、新浪新闻、一点资讯、Zucker 360娱乐，了解更多资讯。上微博搜索非诚勿扰参与讨论，分享你的恋爱宝典。上 WiFi 万能钥匙，免费流量用不停，陪您看非诚勿扰，连接你我。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下期同一时间再见。